这3个法印是我们来检验所有一切人的理论，所有一切宗教的主张，他们有没有跟佛教符合。我们并不是要强迫别人来跟我们一样哦，不要误会，只是说如果你跟3法印违反了，你就不能讲这是佛说的。欢迎收听菩提麻瓜，我是小编阿若，我是林世敏林老师。欢迎收听菩提麻瓜。那本次的主题是3法印是什么。那我们之前在佛陀的集数的时候，其实有浅浅的讲到3法印和4圣谛。我们这集呢，就是主要就请林老师来讲说3法印是什么。那在讲3法印之前，想请问一下老师说，就是为什么要有3法印这些东西？ OK， 因为世间上的这个宗教很多，那么很多的哲学家，很多的修行者，他们呢提出来的理论也好，他们的论说，就是说呢，他体会的境界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你可以说呢百家争鸣呢，让很多比如说我们后代的众生呢莫衷一是啊。同样是佛，大家都说是佛说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到底哪些是真正的佛教的道理？有时候到后代呢，还是有些争议。就是说呢，我认为你那个不是佛说啊，那你又认为说我这个也不是佛说，所以呢，佛教这个3法印呢，就好像说呢，有一种拿来印证各家的学说啦、各家的理论啦，还有他们所提出来的所谓的境界，修行的境界，到底有没有符合呢？佛教的基本的道理。哦，来验证是不是佛说的？对，我们先看那个印。印呢，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古代当那个阿兵哥啊，应该说那个率兵的那个将领，他们呢都有一个兵符啊。兵符，那个兵符呢，其实它是只有一半的，另外一半在皇帝的手中。那你这将领呢，它是一半，那么到底是不是皇帝真正下的命令？要2个合起来看看有没有符合。所以我们现在说符合那个兵符啦，这样子。同样的，我们如果再举第2个道理，就好像我们现在银行以前呢，现在可能没有了。以前所有的留下的印件啊，那个印件呢，就是说，你存在那银行里面，你的印章，那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你一定要去办理呢，比如说领款呐，或者办很多手续的时候，他就要你呢拿出你的印件出来。你那个印章呢，这么一盖，它跟呢存放在银行里面那个印件呢，证明那拿来看一看有没有符合，这个印就有点这样的味道了。就是说你现在一般人后代的人他所主张的，认为这是佛说的，我这个才是呢真理，那么不要争，拿来看看有没有违背我们今天要讲的3种佛教所说的所谓的3法印。所以呢，这个3法印呢，就是呢有来检验检视啊，看看到底是伪造的。我们佛教叫做附佛的外道了，附在佛法的外道修行者，他们要假冒也好，或是假装，或是冒充佛教的道理。那么我们用3法印这么一对照，好像那个照妖镜一看呢，那么马上呢就能够让那个伪装者能够露出他们的原形。3法印来证明是不是佛所说的内容，这样就检验的3种真理了。是。那我们就来讲3法印。那第一个是诸行无常。是。诸行无常，我们要稍微呢给他了解一下，诸就一切了，很多很多叫诸了，包含一切的啊。那么这个行呢，是说宇宙里面的这些法。可是法大家要注意，在这边的法不是当那个佛法真理的法。这个法呢，在佛教讲到这个法，比如说一切有为法，这些法就是说因缘聚合而成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，不论是有形或是无形的，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，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，
都在这个法里面，包括你现在你想象得到的也能叫做法，真实不存在的，你看不到摸不到的，可是你能想出来的，那也是法之一。那所有的一切的法，存在宇宙天地间的一切的万法，它们都是无常的。无常就是说呢，它不是恒久不变的，它是随时随地刹那都在变化的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它是从时间上来讲的。就时间上来讲，天地的万法呢，它们没有一时一刻半秒或者呢半时，他们能够呢静止在那边不动的。所以呢，佛教的第一个所谓的法印，就是所谓的天地的万法，无论有形无形的，他们都是刹那之间在那边变化无穷，不是静止在那边的。这是第一个。是。那到底呢，佛教这样讲对不对呢？譬如说我们来讲起来，我们过去也提到，就是说譬如说我们的血液，对不对？我们血液里面的白血球，它1秒钟就有300万个那个生灭，300万1秒了。所以我们以前也提过，像我们刚刚才访谈了3分钟不到吗？可是在3分钟已经有180秒了，1秒钟有300万，你可以晓得在180秒中间，那么每一秒有300万，你乘一下，我本来数学就不是很好，这么一乘下我头都大了。那么在座我们各位呢，自己算吧。你可以晓得我们的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已经经过了那么多的生命了，何况是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部分呢？同样道理，山河大地的日夜星辰啦、虫鸟啦、鱼啦、野兽啦，它们身上的细胞也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呢，刹那的变化，这是第一个法印，就是呢，诸行它是无常的。没有一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。是。那诸行无常这个概念要怎么跟其他外道的修行者，直接讲外道，好，跟其他的外道的修行者来分辨呢？佛教讲外道，顺便提一下，并没有瞧不起歧视别人的意思。是这样因为佛教他们都是叫做心内求法，幸福快乐都不在外面譬如说不是上帝给你的，不是神给你的，是你自己去创造、去修行、去发现出来的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佛教认为，因为别的宗教都希望他们的教主呢，给他安排好了，把幸福快乐呢就送给他。那佛教不是认为这样子的，你要去认识真理，你要了解方法，而且你要实践力行，你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外道，我们并没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。了解。OK， 那么呢，平常一般的外道他们会认为说呢，你看你呢，在这个世间，你看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也不常在因为无常，所以呢，众生就容易有失落感。因为无常，所以有生老病死。因为无常，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有所谓的成住异灭的佛家的说法。那么呢，因为是无常，所以那个星河大地，就是我们平常那个宇宙的星球啦，他们有所谓的成住坏空。可是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外道是认为说，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呢，信佛教才有这些问题，才有这些烦恼，才有这些不完美。其实错了，这些东西是佛去发现天地宇宙间本来就存在的这些现象，这些现象是本来存在的，只是人呢觉得这样的不满意，所以佛家呢教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观念思想，要怎么样呢认识自己在宇宙间你所处的地位在哪里，面对着那种无常的空间跟时间，人要何以自处，
才不会失落，才不会烦恼，才不会去痛苦。而外道呢，他们可不是这样想的，他们这么说呢，天地间的无常，同样他们也感到不快乐，觉得不完美，所以他们要透过信仰，譬如说你信仰我老母娘娘，你信仰我上帝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呢就可以达到，比如说不死，不会老，对不对？从无常把它变成了常。佛家不是这样做的，佛家并不是要把无常变成常，因为无常是天地间本来的样子。它呢，如果你去认识它，你就会觉得那个无常对我们没有什么伤害，对我们也没有造成怎么样的困扰了。佛教是说，人在无常的天地间，要怎么样去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，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观念跟思想，能够跟天地融合，能够跟宇宙的万物和谐来共存共生。所以佛教的修行并不是要强迫天地改变来适应我，不是那个样子。佛教第一个法印，它就是跟那个外道不一样了。外道他们要把无常改成常，佛教不是那个样子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法印一看就知道了啊，你道教要炼丹，你要当神仙，对不对？这就不是佛法了。那么呢，基督教讲，你到上帝那边，到了上帝那边你就不会死了，在人这边会死，到上帝的怀抱就不会死。佛教没有这样的主张。你到了天国，天国也是宇宙里面的，这也是你宇宙里面的天地啊，你照样是有这无常的规律，还是呢一样有这东西。那佛教认为说，人的观念思想的改变，在宇宙天地间能够安然自在无忧的过日子，这是佛教很重要的给众生的一个启示了。那第二个呢是诸法无我。同样的，朱刚讲过了，一切的所有的法呢，刚刚也提到过，天地间有形无形的万事万物都叫法。那无我这个我呢，大家呢要稍微再把它复习一下。我们常讲到我呢，最少有两个意思。比如说你说如果讲说有我的话，这个我要第一，它要是独一无二的，不能有两个相似的一样的，这样不行。那么呢，第二个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讲说有我，那你要自己能够自己做主宰，你能够掌控你自己，这样才能够叫做有我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人生于世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你说独一无二的吗？小时候的时候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你呢什么都不是了。我们以前讲那个12因缘，讲到那个名色，有没有？那名色只是一个呢受精卵，只是那个小肉球啦，什么都不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手脚这6根都没有发展成功呢。所以你小时候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小时候3岁很可爱啊，那我现在80岁呢，苍老老迈不堪。那么你就会想想看，到底哪一个时段的我是真正的所谓的我？如果说3岁的时候是我，5岁的时候我，12岁、18岁、32岁、56岁都是我，那就违反了这个我的基本定义，就是我必须要独一无二的，不能够有两个一样的。那么你不能讲说天地间我每一时每一秒都是我，你知道1秒可以分成1000份吗？1秒可以再划分呢，再把它切割成为100万分之一吗？如果你这样想起来的话，那个我就不得了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从时间上刚刚讲从那个空间上，空间，我小时候在妈妈肚子里面只有占那么小小一个空间，我现在呢老豆丢了。我30岁的时候，我跟我现在的我呢体重减轻了，而我身高呢
也少了4公分。所以呢，有增有减，我们刚刚讲过了，这个我必须要唯一就是呢，不能有2个一样的。可是呢，我现在不晓得，我找不到，我从出生到现在，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代表我真正永远不变的我。这是第一个。是。第二个呢，我必须要能够自己做主宰的。我做得到吗？不行。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失恋了，都不要悲伤，可是饭都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。我现在不想死，可是我刚刚呢，我去镜子照一下，哎呀，这次又比前1、2次那个录影又老多了。有吗？眼皮下垂，这边的皱纹增加，而且头发呢，整个呢不是灰白，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所以我们晓得了，主宰我们对于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我们很难做主宰。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死，对我们自己的命运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操控。你怎么能讲说有一个我的实体，我可以自己做主人呢？这个是呢，佛教认为说，我呢必须要符合这2个。偏偏在我们这无常的世间里面，我并不是单一的、不变的，而且能够让你自己来做主宰的。了解。十方诸刹土，世间种子入。菩萨心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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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菩萨心愿。那诸法无我这个概念，要怎么跟那个外道的想法去做分别呢？是。外道人他们认为说，有一个真实的我，不只是活着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你，而且死掉还有一个不死的灵魂。不死的灵魂。对，所以呢，在外道来讲是这样子的，那么他们就很在乎了。那么这个我呢，在这世里面会死，所以他是希望呢，透过炼丹，对不对？能够这样的吞下去呢，像历代的帝王都上了这些当。那么天天吞到最后金属中毒，都死了，死得很惨。那么有的外道呢，他们比如说别的宗教的这个信仰，他们希望呢，透过他们的教主的救拔或者救赎，能够呢长生不死。我以前也常这样讲呢，他们都没有永远去想到说，你到了天上或者到了你的这个救主那边的时候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长相？我刚说了，你是妈妈肚子里面那个小肉球这边呢，在天堂里面长生不老呢？还是你是3岁的可爱模样？还是你要18岁、23岁，还是要像林老师这么老的这个样子，去存活在所谓的天堂间呢？这一点呢，很少人呢去体会到，只是想说我要不死，你要几岁的你？所以佛教呢认为说，所有诸法法是的天地万物了，都没有它一个主体。比如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，刚刚现在给他做一个小补充，比如说塞洛马台风，不是有这样讲吗？好强哦，好震撼哦，摧残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破坏力呢力大无穷。可是它现在在哪儿呢？你不要说在台湾找不到，在中国大陆找不到，到蒙古到西伯利亚找不到，到月球也找不到，到整个太空外太空它完全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它来无影去无踪啊。所以的台风我们知道它是没有主体的。同样的，以前人的人呢，他死了以后，他的骨头啊，在佛教讲色即是空，色就物质的，他的物质的肉体，佛教认为说呢，它是呢虚幻不实的了。你到现在呢，你根本找不到了。基督教还说得好，尘归土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那有了解有这样的观念，这个肉体呢，肉身呢，它不是永久存在的。所以你要讲着说，我这个肉体，这个我能够永久存在的。可是你没有想到，你说我不要肉体，我要精神。没有肉体，你那个精神如何能够长存，能够永垂不朽呢？讲的这些，有的人有点疑问。如果你真想去了解了，
那佛教讲的涅槃又是什么呢？我们第3个法印就会提到了。那如果你真正想要去了解、去追求，来吧，佛门为你敞开着，对不对啊 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讲到第3个啊。第3个就是涅槃极境。是，涅槃要先了解了。我还特别为他做一首歌，我们讲过了。涅槃呢是什么东西？涅槃就是一个修行者，尤其学佛人修行者，他呢想要达到的这种理想的境界，那种我们称它叫涅槃。第一个，第二，讲的具体一点，我们人生在世有好多的烦恼如果你能够把烦恼去掉了，那样的境界，你过那样的生活，你就是进入涅槃了。那么从这里我们晓得，涅槃不是死后的境界，也不是死后才有的。我们刚刚了解了，把所有的烦恼去掉了，对不对？那种安乐自在的境界叫涅槃。那为什么3法印里面最后还要加上2个极境呢？极境我们过去的比喻很简单，众生的烦恼像火在烧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它扑灭掉。那又像那个海浪，那个我们说心海啊，哎呦，这样子呢，就是上下跳动呢，无常，让你心不得安宁。那你现在如果能够让它波平浪静，这样子就是极静的境界了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幸福快乐的生活一定是极静的。那么要想达到极静，绝对要进那个涅槃的门。就是如果你没有进到涅槃的门，这是我把它比喻的，你没有达到涅槃的境界，那么你就不能够享有那种所谓的极静。那么我们现在这样讲，外道呢，他们是认为只要我们的神，我们的造物主把我救了，我就快乐了。佛教不认为这样想，我们过去也这样想了，就说呢，你现在台湾不快乐，对不对？我把你救到日本，给你救到美国去，你就会变快乐吗？不会。你今天烦恼好多，明天睡醒以后，你吞安眠药，你吞那个呢迷幻药啊，觉得呢好快乐哦，迷迷糊糊的。可是明天你醒过来以后，你还是一样不快乐。你想要借酒来消愁，结果你的愁呢更愁。所以我们就晓得了，想要达到极尽这种解脱，这种幸福快乐，一定要按照佛法的修行方法，让佛法把你呢带到涅槃这个门里面，这个天地里面。你要通过涅槃的这个门，你才能够享有极尽的快乐。佛教认为这种极尽的快乐必须要自己亲为，亲自去做了，别人替代不来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二，想要达到极尽的涅槃的快乐，一定要有方法。佛45年的说法，就是把他个人的体验，他自己走过的路了。我们常讲，你要晓得山上到底是怎么样，你要去问真正爬过山要下来的人，你才能得到。佛王位都不要了，去出家修行，他把他修行的境界，把他达到的境界，透过善巧方便来形容。你晓得了，涅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。可是佛也是呢，为了度众生的方便，他呢尽量呢去譬喻啦，说故事啦，说了好多好多，来让后代众生去晓得说，哦，涅槃要透过自己的修行，而且要正确的修行才能够享有的。如果你不经过这样的努力，不经过这样的修持，你是永远不能达到所谓的身心的解脱。所以涅槃就有点像是成佛。这句话就最好不要讲，不能讲，因为它远离了语言文字。我们过去了，因为呢，所有的真理他们都离开了言说。你怎么样去讲没有办法。我过去常做的比喻，你写一个火，对不对？它不能够来引火，来点火，
你怎么样去形容那个火？如果没有见过火的人，他们永远是隔靴搔痒，他永远不能达到。所以我们要学佛，要在佛的引导之下，按部就班，不能够呢，想要操之过急，因为它不是一触可及的，必须要自己，按照佛教的这样子的正确的方法，才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去。所以涅槃总结一下就是把这些贪嗔痴的，佛教称它叫三毒的烦恼的火，全部都灭掉了。你所处的境界，我们称它叫做涅槃。而那种涅槃的境界，如果你硬要用2个字来形容，那叫极静。而这种极静不是谁给你的，是自己去好好的根据前人的经验，譬如说佛菩萨，他来引导我们，你按照这样子按部就班去努力去达到的。是你自己得来的，不是谁赏赐给你的。好，了解。那我们知道这个三法印呢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质的用意吗？ OK， 我们晓得，我们了解了诸行的无常，我们看了这天地间的这些无常的好花不常开，对不对？那所有的呢，历代的这样子的兴衰存亡，我们呢不会觉得奇怪，我们也不会说呢怅然。我们晓得呢，变化只是外在的现象。那个呢，几度夕阳红啊，可是青山依旧在啊。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，我们过去也稍微提到，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呢，天地万物没有一时一刻静止不动的。所以你处在这样的天地之间，了解了佛法，你就习以为常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不会天天这么妄谈，你就不会天天这么哭泣啊，这么哀伤了，就不会。你晓得无常才是天地间本来的那个样子，而人应该要努力的关心的，就是说在无常的天地间，要怎么样去自在快乐来过生活。这个答案佛教会给你，你跟随佛来学，你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。那如果是违反了这些原则，那就不是佛说的，因为你违反了这个法印。那第二个所谓的呢，诸法无我，天地万物了，有形无形都包含里面，都没有一个不变的实体，一个主体。所以不要想说呢，我要去跟谁呢去学到最后呢，他能够叫我呢永生，那么我要去跟谁呢炼丹，我到最后呢，我就可以吞下去，我就可以不死。佛教不会干这种傻事啊！佛教晓得诸法是无我的，这个我呢，心经里面叫五蕴皆空了。身心组成身心的5种元素，它就刹那在变化的，它是没有实体的，缘生缘灭的，就不会有实体了。那么了解到这里，佛教也不会去做呢我要想呢永远呢让我呢青春永驻，我并没有反对呢，大家去稍微适当的去化妆，我没有反对，我只说了解了诸法是无我，没有永远不变那个我在里面。所以呢怎么样子，不要想去说自己要长生不死，对不对？那么我呢地位要永恒，我要永远当富翁，没有一个当富翁的那个主体，富翁没有主体不打紧，那个当富翁的那个人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我了。第3个，涅槃极静，要想改善生命，改善人生，要想能够稍微过着所谓的真善美的生活，必须要消除贪嗔痴。人生所有的不如意，所有的痛苦，都是因为贪，嗔就生气了，痴就是没有智慧。这3个你要透过佛法，佛法有3样东西教你戒定慧。戒定慧就是所有的佛典的内容了，也就是释迦佛45年的说法，只有讲这3个字，戒定慧这3个字。那佛教呢，透过很多的修行，比如说我们过去讲的6度，布施啦、忍辱啦、持戒啦、精进啦、禅定啦、般若啦，这些东西怎么样慢慢的让你呢，好像那个比如说
杂质，像那个铁矿，杂质一直去掉，对不对？那么到最后百炼成为钢，那么这个也就是生命的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透过修行可以提升你的人格，提升你人生的价值，提升你生命的价值。那么呢，不会好像说呢，只是浑浑噩噩这样的过日子，晓得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责任，对于宇宙天地万物，我们应该要尽到怎么样的责任？这就是共生呢，这就是呢，跟所有的众生呢一起安住在天地间，而不是你一个人独享，而不是你一个人呢独善其身。这是佛教大圣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呢。所以没有按照佛法去修行，不能进入涅槃，就没有极尽的解脱、自在跟快乐。这三个法印是我们的检验所有一切人的理论，所有一切宗教的主张，他们有没有跟佛教符合？我们不是要改，我们并不是要强迫别人来跟我们一样哦，不要误会。只是说，如果你跟三法印违反了，你就不能讲这是佛说的，你就不能说你是佛教徒。如果你一定要坚持，你一定要认为说你那个是才对的，那你呢？你可以说我是什么教徒，我是怎么样，哪一家的学说的那个支持者，你不能讲我是学佛人。学佛人一定永远记住我们今天所说的，诸行是无常的，诸法是无我的，涅槃极尽，只有符合这三种法印的才是佛说，才是佛教徒。这三大法印是这个佛教的，算是它的招牌，算招牌吗？检验的标准，检验的标准啦，检验三个标准。是，好，谢谢啦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好，那么大家呢可以去找，这书很多，尤其像原始佛教的教典，现在也有很多人有这一方面的著作，你可以去看那个印度佛教史，非常的多。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通俗的演说啦。来跟阿若呢这样的简单的这种回答，目的还是要勾起大家呢，对于三法印的这种兴趣。那么如果你还有哪些不懂的，那正好是林老师的，只要把你勾起来，你这种求知的欲望，你就会自己去找书了，来探讨、来研究了。对。简单的讲解，那大家如果还有需要的话，更想知道可以自己去查，或是我们之后说不定有可能会出更深入的解说。是，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这集三法印的主题就讲到这里，后会有期。好，那我们下集再见。谢谢，感谢李老师，谢谢，拜拜。